2024年5月，荷兰一个29岁、身体健康的女孩躺在自家的沙发上，接受了致命注射。她叫索拉雅，她没有癌症，没有器官衰竭，她的四肢健全，大脑运作正常。她只有29岁，但她死了，合法的在医生的协助下死了。原因是什么？因为她患有自闭症、边缘性人格障碍与慢性忧郁症。她的精神科医师对她说了一句话：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你永远不会好起来。于是索拉雅申请了安乐死。医生最大的敌人到底是病人的死亡，还是病人的痛苦呢？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这个看似极度尊重个人自主权的文明悲歌——安乐死。大家好，我是利恩。最近热门的新闻话题大概不外乎就是这个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先生呢提议要将安乐死呢来公投化。那基本上呢，我个人对于进行公投都是举双手赞成的，因为我认为公投是最能够落实民意的一个极大化的表现。但是呢，公投如果不能够反映在政策上面呢，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仍然是扼杀了民主。所以我对于柯主席的这个提议呢，基本上我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呢，我今天想就这一个有趣的议题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那就是为什么在全世界有那么多的人，特别是保守主义团体呢，都是坚决的反对安乐死，以及为什么它是一个现今欧美国家左派政府执政底下的一场文明灾难。造孽！好，我想不管是支持安乐死还是反对安乐死，其实都离不开 Jonathan Haidt 6个道德举证当中一项，就是关怀与伤害。当然我们都知道说，通常我们会去思考是否应该为自己重病的家人来进行所谓的安乐死，多半都是出于一份关怀，因为看到家人过于痛苦，或者说可能有一些绝症是医生也已经宣布放弃束手无策的状况底下，我们总不太可能说是去同意别人的安乐死，多半都是跟自身有血亲关系的家人有感情的，才会是我们必须要去考虑是否要来执行安乐死这样子的一个选项。支持与反对的都认为自己是出于关怀，只是他们对于伤害的解读就完全不一样。那支持人呢，当然会认为说，真正的慈悲应该是要减轻这种不可逆转的痛苦，更何况目前来讲多半都是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对吗？好，当事人自己都愿意放弃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支持的人会认为说，如果在一个极度痛苦的人还要被迫活着，那反而好像是一种出于伤害的行为。如果他本人都同意的情况，家属还去反对的话，那完全是没有尊重他个人的意愿，也就是 Jonathan Haidt 道德举证另外的一个，也就是自由与压迫。好，那反对安乐死的人则会认为说，我们应该关怀的是提供更完善的所谓安宁的照护，应该是陪伴患者去如何更有品质的走完他人生最后一段旅程，而不是去放弃他们。更何况很多时候家属会觉得自己其实没有那个资格能够帮当事者做决定，如果当事者自己想要安乐死，那可能另当别论，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都不应该是由我们来去决定，因为死亡本质上它就是一个伤害。我们从来都不会认为说一个人如果死去但是没有痛苦的，就代表对他是没有伤害的，对吗？无论他是否是无痛的离开，死亡本身就已经没有谈论关怀与伤害的必要，因为死亡本身它的生命意义就不再存在，那这个就是一个终极的伤害，或者说是一个无法逆的伤害了。好，当然这里面也包含对方他还是有可能会好过来，对吗？毕竟医学上面也常常出现一些所谓的奇迹嘛。OK， 我必须说在关怀与伤害的道德角度来讲，其实两方都有道理。但是呢，支持的人呢，他会更多的倾向是在于说，如果当事人他自己有这个意愿的话，那我们总不好凭什么去反对所谓自由与压迫，也就是尊重他自身的意愿。可是这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来的，当事人是出于他自身的，我们没有话说，可是这就等于是当事人想要自杀嘛。那自杀的方法很多，而且自杀这件事情本身一个国家法律来讲是不会有惩罚自杀这样的行为的嘛。我们不会说你自杀未遂了，那政府发现你曾经自杀了，还会要求对你实施刑罚嘛。所以本质上尊重没有问题，可是我们是否可以把这一种尊重自杀的行为就变成是一个合法化的工具，变成是说利用国家的机器来赋予医生有这个协助自杀的权利。所以关键就在于医生是否可以协助自杀。那这个部分呢，就变成保守派另外更看重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到底对人的生命的价值是用什么眼光跟角度在看的，就是道德举证当中的神圣与堕落。
我们如果把生命不再视为是一个神圣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轻易的就放弃自己的生命，或者说轻易的放弃他人的生命？那更不要说的就是家属还会在道德或良心上面过意不去。家属通常如果要考虑帮患者执行同意安乐死的话，都是非常小心非常缓慢斟酌的。可是医生就不然了，如果把这个安乐死的权利交给了医生的话，是否很有可能我们会严重的出现所谓道德滑坡，也就是一个道德堕落的过程呢？那我们就来先了解一下已经实行安乐死的国家的案例。首先荷兰是一个非常早就已经执行安乐死的国家，而偏偏呢因为心理痛苦而被执行安乐死的人数呢近1年内居然飙升了 60%。 在比利时呢，也有超过30%的安乐死案例呢，死者甚至是没有给出明确的同意。而另外一个很早就执行安乐死的加拿大呢，有残疾人因为申请不到社会住宅，付不起医药费，最终被迫选择国家资助的安乐死。这个就是生物伦理学上最令人胆寒的一个现象——道德滑坡效应 （slippery slope effect）。所以我们必须要深度的扒开这个所谓尊严死的一个温情的外衣，好好来细究安乐死在全世界一场关于生命主权、宪政危机与资本算计的深度解密。Let's go！Hold on to your butts. 看我频道观众都知道我是坚决的保守主义者。那保守派呢，反对安乐死的主张呢，一直以来最重要的就是所谓的道德滑坡，或者说滑坡效应。那滑坡效应是什么呢？滑坡效应简单的说，就是如果一个错误的决策一旦发生，看似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决策本身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一个危害，看似它是在保障一小部分人的自由权，但是很有可能这个错误的决策，它会不可避免的一直把道德的防线往后退，以至于到最后带来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这个就是非常有名的滑坡效应，或者说道德滑坡理论。好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就不过是一种杞人忧天。确实，我们从所谓的逻辑谬误，或者说逻辑滑坡，都是在讽刺滑坡效应本身呢，它是存在许多逻辑漏洞的。我完全不否认因为就科学跟逻辑的角度来看，其实是没有办法精确的去评断出说，因为一个政策的 A， 那就会一定导致于结果的 B， 然后再导致于结果的 C。可是有趣也讽刺的是什么呢？那就是道德这件事情本身，它并不是一个科学可以量化实证的一种存在，对吧？所以社会集体的公民道德的意识呢，偏偏高度存在在现在社会的许多现象。好比我们之前不是也谈到过说，纽约州为了保障少数同志的要求的婚姻权，就通过了同志婚姻。在那个时候来看，当然也是看起来无伤大雅嘛，异性恋都结婚了，凭什么同志不能结婚，对吗？凭什么同志可以这么快乐的，对不对？可以逃避掉婚姻里面所需要受的这个磨合的痛苦，对吧？但是，一旦你改变掉婚姻这个名词的时候，其实保守派那个时候就知道说，那你无可避免的，到最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伦理问题，包含什么？你一旦同志正式的拥有婚姻权，那么势必接下来的下一步，他不可能就只有婚姻嘛，他就会想要用孩子，对吧？可是他的孩子要从哪里来？那就只能从试管婴儿，这种所谓人工辅助生殖法。可是站在一个家庭并没有所谓一男一女，爸爸跟妈妈的情况下呢，那接下来又无可避免的呢，会出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同志婚姻家庭里的孩子怎么样能够避免在学校不受到歧视的对待，被笑说你是一个没有爸爸，或者你是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对吧？所以又要政府呢，为了保障同志孩子不受被歧视的这个权利呢，就干脆在明文法律上面就取消掉了所谓家长的定义，不再称父亲或母亲，也就是在纽约州、在康乃狄克州、在加州、在马赛诸塞州都不再称呼所谓的父亲跟母亲的。讲白一点如果你还在跟人家说，你怎么没有爸爸？对不起你这句话就已经是反歧视了。那在反歧视法来讲的话，你是可以因为这句话而被逮捕的。那你就会觉得，哇，怎么可以发展到这么离谱的地步？这个就是著名的滑坡效应。一个看似无伤大雅改变婚姻定义的 A， 它无可避免的一定最后走到这个结果。But so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regarding a logical fallacy that I've sorry the idea of the slippery slope. So
I'm very curious as to your perception with regards to the idea of the fallacy, sure. And if someone were to use that is a logical fallacy against you, how would you refute that? Yeah, I get that all the time. So people will say that, look, it's not a logical fallacy that things go on a slippery. It is a logical fallacy because it's a slippery slope. I reject the premise. I think slippery slopes are true. You look at any sort of course of history, you do see incremental erosion of freedoms and liberties. You do see small things become big things. I'm not to say, now the reason it's a logical fallacy, just so you understand, is it's not applicable to all things. That's not to say, though, that slippery slopes don't happen. Those are two different things, right? So if you want to just like take a logic class 101, go through Aristotelian logic, you're right. It cannot be applied to an argument every time because it's not scientific, right? There are examples. I could give you one, like seatbelt laws. It stopped and it got kind of annoying, but it just kind of slowed down, right? That's not the same thing as saying, though, that slippery slopes have not happened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happen, right? For example, in New York, they started with like, oh, we want abortions to be safe, legal, and rare. And then it's like, oh, we want late-term abortions. And now it's like we're entertaining post-birth abortions, which is what they're entertaining in California, where you can have abortion up to post-birth in Colorado? Yeah. Okay. So that's a slippery slope, isn't it? So I hope that helps a little bit, where technically it is a logical fallacy because it's not applicable to every issue. However, you should isolate and say, how many slippery slopes have we lived through? Because it's still a real thing, right? Where the erosion of liberty can start at one thing, or the erosion of decency or virtue or goodness, right? So a great example is, okay, we start with, same-sex marriage. Okay, that was lost. And then we went to, you're going to force a baker to make a cake. Okay, that was lost. And now it goes to, we want to teach 5-year-olds about very graphic sex education. It's like, wow, we went a long way from just wanting people to have equal rights with marriage to now going to 5-year-olds. Now, the reason why they'll call it a logical fallacy is because you could not scientifically apply it that way, or mathematically, because it wasn't assuredly going to be a slippery slope. But there still exist. 但是我也必须客观的说，花波效应确实很多时候它并不真的如预期般的存在，所以最简单的一个论证的就是，当今天华人国家想要来合法安乐死的时候，最有力的一个论证就是参考欧美国家已经安乐死的制度，就知道他们滑了多远嘛，对吗？滑坡效应在哲学上呢，被称之为沙堆的悖论。当如果10000粒的沙子它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称它是沙堆嘛？那么拿走1粒，它还是沙堆吗？当然还是沙堆啊。那么再拿走1粒呢，依然还是沙堆，对吧？但是到底要拿走第几粒沙子的时候，它就已经不再是沙堆呢？在人类的道德行为上来讲，我们画不出那一条绝对的界限。所以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聊过说 Jonathan Haidt 的6个道德矩阵当中，有一个呢是左派自由派完全不 care 的，但是右派呢却会在乎的，那就是神圣与堕落。你可以说标准由谁来定？好，暂时很难定夺嘛。你说是上帝定的，那我不认同，因为我不是基督教信仰的，对吧？那没有关系，但至少我们要不要同意一件事情，就是道德的尺度它绝对是有神圣跟堕落的分别。好，就好像佛教里也讲的不可杀生，对吧？佛教对堕胎呢也是视为是万不可行的态度。那甚至佛道教的观念来讲呢，还会有所谓的招来阴灵困扰这么一说。那这个其实也反映出的是一个神圣与堕落的看法。所以安乐死支持合法化的人呢，多半只看到的承诺是说，我们呢只针对那些临终遭受极度生理痛苦且精神健全的成年人，出于他本人的同意之下呢，我们才来进行安乐死。好，假设这个是行为 A 好了，听起来很合理，而且充满人道主义，对吧？但是呢，概念的滑坡呢就会随之而来。因为既然极度生理痛苦的临终患者，他是可以接受医生的协助下进行无痛死亡的话，那么慢性病非临终但每天饱受折磨的患者，好，假设这个行为是 A1 好了，那为什么不行？那好，那我们再试想，如果生理痛苦是可以的，慢性病的折磨也可以的话，那这样的话，同样折磨人甚至更痛苦的精神心理折磨，也就是患有重度忧郁症或是躁郁症的人 A2 的情况下，那为什么就该被歧视，就不能够一视同仁接受安乐死呢？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温情主义它无可避免
只在乎所谓人的舒服，或者说所谓人的被理解、被同情、被尊重的时候，你说他错吗？他并没有错，因为他确实重视 Jonathan Haidt 的6个道德矩阵当中所谓的自由与压迫，也就是这是我的自由，你不能压迫我，不允许我自杀嘛。好，可是只有这一个道德矩阵够吗？如果只看重这个的话，那么所有人的想要，他无可避免的一定会走向要求权利保障。那么我们再试想，如果成年人他都有死亡的自主权，那凭什么要剥夺重度残障的婴儿或者是失智老人他免除痛苦的权利呢？对不对？难道我作为家属，我的父亲他失智了，我认为他很痛苦，你凭什么来告诉我说他不能表达他自己的意思，他就一定是不痛苦的呢？我能不能够由家属的角度行为上的去认定他是痛苦的，因此帮他提出安乐死的申请？所以这个逻辑的链条一旦开启，而且是透过政府的立法给予的医生剥夺人死亡的权柄的时候，那么这个防线呢，它势必会无情的往后推，因为在道德跟法律的光谱上，你永远找不到那一条非任意性的一个界限。这个是一个无法靠逻辑去推演，而却一直事实存在在我现今世界上，造成冰冷的社会事实啊。我们来看看几个全球实践的真实数据。首先我们看荷兰，在2002年的时候，他们就将安乐死合法化。那个时候他们的政府也保证，这个都是为了极少数的例外来做的，我们只不过是要来满足这极少数的人他们在极大痛苦之下权利。听起来确实很难不让人同意，对吧？但是根据荷兰官方的雷姆林克报告，超过半数的荷兰医师都认为说，由医师主动向患者提出安乐死的建议呢，是适当的。What？ 你没有听错哦，那就是当安乐死立法之后，医生可不可以主动向患者提出安乐死建议？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恐怖的道德问题。当医生主动提出的时候，政府不再能够依此认为医师严重的违背了救人的道德性，或者说他的权责，因为医师可以把安乐死作为只是一个医疗的选项，医生不再是救治员，讲得更极端一点，变成了什么？死亡的推销员嘛。一旦立法成功，连医生自身他对人性，或者说他对人生命的一种终极关怀的意识呢，其实也会逐步瓦解。医师可以更冰冷的用一个角度看待，就是我协助你免除痛苦，反而可能是更人道主义精神的一个追求，因此你可以考虑死亡。那更可怕的就是2005年荷兰还通过了格罗宁根议定书，允许为患有严重残疾还有无法表达意愿的新生儿呢，来实施主动的安乐死。God, please, no, no! 哇，短短才3年，从2002年的立法到2005年，你就知道政府已经打开了死亡的大门，已经不再是只针对极少数，而且是精神清醒、有自我表达意愿、想死的病患来提供的医疗服务了。现在是父母就可以来帮新生儿实施主动安乐死，就算哪怕你不堕胎，可是你生出的孩子如果是残疾的，如果他是需要带着呼吸器24小时在保温箱才能维持生命的，那么父母都可以来决定，我觉得我的孩子太痛苦了，医生就请你给他打一剂安乐针吧，不如让他死了算的。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问，就是怎么自愿性这件事情不见了？因为很简单，道德的防线是无可避免的往后退了嘛，就是因为一定有这样的父母，他会主张的就是我认为我的孩子值得一死，而且死了对他会更好。所以自愿这条底线呢，已经在荷兰被彻底碎了。谁决定婴孩的生死？是医生以及他不堪重负的父母亲。上帝不是说了吗？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啊！那是佛祖说的。接着我们来看加拿大是怎么样让死亡成为福利缺失的廉价替代方案。加拿大医疗辅助死亡的 MAID 呢，是全球生物伦理史上最剧烈的滑坡。2021年的时候，加拿大通过了 C7 法案，彻底取消了合理预见死亡的限制，也就是说，你不用快死了，只要你觉得活着痛苦，你就可以申请安乐死。那这个就导致了什么呢？罗杰·佛利呢，是一名患有小脑萎缩症的加拿大男子，他就控诉医院不断的向他推销安乐死
因为罗杰他需要高昂的居家护理，而医院对他说，你每天的护理费用都是天文数字，但是如果你选择安乐死只要几百块加币的药水就可以完成。这个并不是个案在加拿大有残疾人因为申请不到无障碍的公共住房，在结构性贫困和无家可归的折磨之下呢，他最终选择了国家来资助的死亡。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说，这个真的是一种自由选择吗？还是系统性的迫害呢？如果当你是底层收入贫穷人口的时候，你收到的是政府的文宣宣传单，甚至有政府人员上门拜访，跟你提供也许可以考虑安乐死来解决自己生活上的窘迫，那么你觉得你自己愿意接受安乐死真的是一种自发性的选择，还是你背负的是全社会对你的一种唾弃的道德义务呢？你自己就算不死，你都觉得生存的很羞耻，这个才是最可怕的道德滑坡。It's crazy that I'm even this close to you. Like, this is nuts. But I tried to find a question that you hadn't been asked before. My question is, what are your thoughts on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Should it be legal for individuals with severe depression, or should it be limited to those with terminal illnesses? I'm against it in all cases. I'm against physician-assisted suicide. And let me tell you why. First, it's called euthanasia, clinically is what it's called. First of all, in Canada, it is widespread. There is a guy by the name of Dr. Kevorkian, Dr. Death. You might remember reading about him. You should research Dr. Kevorkian. And it turns out he was doing it in a predatory way, finding people with depression and just getting them up for just assisted physician suicide. 所以我们现在呢，拔高维度，我们来站在历史、法学跟哲学制高点来审视这场在全球蔓延的死亡风暴。这不但只是一个医疗程序的放宽，这个其实在保守派来看，这根本就是人类文明基石的自我结构。安乐死支持者最常挂在嘴边的词叫做自主权 （autonomy）， 我的身体我做主，我有尊严死去的权利。大家有没有听起来？这个很像是美国堕胎浪潮 “My Body My Choice” 一样的口号。听起来哇，实在是一种自由派自由主义的终极胜利吗？但是这是一个巨大的哲学谎言。第一，因为在哲学的角度来看，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如果一个国家将协助自杀这件事情合法化、便捷化的时候，它实际上在社会结构中就制造了一种无形的恐怖的压力。以我们刚举的例子为例，我们假设现在是一个在长照资源匮乏，而且医疗开支高昂的现实的重压之下，一个重病的老人或残疾人他看着日渐憔悴的家人不断缩水的银行账户的时候，国家告诉他，你可以合法、干净、有尊严的死，而且呢，费用全免，国家出。这个时候，你觉得他感受的还是一项权利吗？不会，这会迅速异化成为一种道德义务，也就是我如果继续活着，我就是家人的累赘，我就是社会的负担，我不死是我自私，是我的不体面。所以以前我印象很深日本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电影，讲一个村子里的人口，只要到60岁以上的老人那么家里的这个壮丁男子就有义务要背负着这个老人独自上山，然后把那老人留在那边，让他活饿死。因为什么？以免老人家拖累了村子里本就匮乏贫瘠的物资条件。所以人一到60岁就该有一个选择不拖累大家、非自愿性接受死亡的义务。这个其实跟今天我们所讲的安乐死所面对到之后的一个道德滑坡，早就已经在这些安乐死的国家都真实上演了。那还有什么好不能预测？我根本可以天马行空预测，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这样子的国家跟社会呢，有一天它就会强制规定，只要是不符合对于经济家庭有资助有帮助的条件之下呢，都有义务去接受所谓政府资助的死亡。到最后，它就从刚开始的自主选择而变成了残忍的结构性的胁迫。所以支持合法化的人所宣扬的这种自主权，在现代已经是实用主义的社会里面的时候，很快的就会变成了逼迫脆弱的个体走向死亡的无形绞刑架。那我们再来剖析第二个层面，我们刚刚讲的是哲学，那从生物伦理学来看这一场危险的转向，我们就会发现到说，传统的医学伦理本来都是坚守着生命神圣的原则，
也就是说，生命本身它是具有无限的尊严，它绝对不应该以它的健康状况或是它的社会地位而改变，对吧？但是在当代呢，以彼得·辛格为代表的效益主义学者，就将生命的价值与认知的品质和社会贡献做挂钩。在他们眼里，一个失去劳动能力、失去认知能力的重病患者，他的生命的净价值可能还是负数的哦。这就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精神堕落。一旦我们接受某些生命的价值，它可以比死亡来得更低的时候，我们就等于在宪政的法律上撕开了一个口，那就是法律之前人人不再平等。如果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算计是可以在面临人口老化、财政赤字的福利国家，好比说英国的 NHS 或加拿大的医疗系统来说的话，安宁的疗护跟长期照护呢，反而是一个极其昂贵的财政黑洞。可是打一剂只有几十块美元的安乐死注射针，那简直是再划算不过了。帮助国家减轻财政压力协助死亡一旦成为合法的标准医疗选项的时候，那么它就一定会难以避免的在经济效益上面取得了一个冷酷的优势。它会让政府跟保险机构更产生一种强烈的制度性动机，会更愿意主动的去推广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可能，就是政府主动的推销安乐死，背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去清除掉安宁疗护的庞大预算。所以在纽西兰，他们卫生部编列的预算呢，居然为了安乐死还设立了多个全职推广的岗位，却完全没有专门负责安宁疗护发展的政府团队。而在加拿大呢，已经有高达 50% 的安乐死申请者，仅仅是因为他的生理举动没有得到妥善的控制。而这个时候，全国有1/5的癌症患者呢，根本见不到肿瘤专科医生。这难道不可怕吗？你最后会发现到的悲剧就是，国家根本刻意缩短那些高昂的医疗支出，或者是薪水待遇都必须非常高昂的癌症或是外科手术医师，背后的原因都在于国家根本不愿意花钱让你继续体面的活着，可是却极度慷慨的资助你体面的死。So the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recently this year of 2025 came out and expressed what Health Canada's plans look like to do to save money. They are on track starting 2027 to 2047 to save $1.273 trillion by providing 14.7 million Canadians with MAID rather than palliative care. What was that number? Say that. 14.7 million Canadians. Over 9 million of those are projected to be elderly. Over 4 million of those are projected to be the mentally ill and suicidal. Over 300,000 of those are projected to be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 and then everyone else addicts, homeless, and otherwise. So Canada's running a eugenics program, and they're planning to expand that with the start of a mentally ill only qualification in 2027. And for those that are find those stats as disgusting as I do, you can go check out the SAGE Journal or the Journal of Death and Dying. They break it all down for you. They go through the numbers. We've also done it on the series as well.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医学会 WMA 他们至今仍然强烈反对安乐死，真的是好嘎仔还好世界医学会还是守住了医疗的一个道德的底线，因为他们认为这根本上就会摧毁了医患关系的信任基石嘛。医生在人类社会当中从来就是扮演治愈者跟守护者的角色，可是当你今天国家给予医生一个赋予合法夺取生命的权利的时候，医学的本质就发生了变异。脆弱的患者躺在病床上看着走进来医生的时候，我问你，病患要怎么确定这个医生是要竭尽全力的救他，还是要在资源紧张的时候悄悄给他推荐一剂致命的毒针？这就是保守派世俗理论当中最深层的空阻。我们一旦将杀戮工具化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对生命最后的敬畏。所以我希望大家理解，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就颁布给摩西律法的10诫当中，其中最重要一条就是不可杀人。很多人不理解，以为这只是一个上帝关于犹太民族的神话故事，却从来都没有理解，上帝早就已经给了人们群体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个道德基石，那就是任何一个文明或者是族群的发展过程当中，都不可以有任何所谓合法性考虑杀人的选项。我相信大家可以从我论述就明白，我并不诉诸圣经权威，我不跟你直接大谈这是上帝的规定，我是用真实的案例告诉大家。这就是为什么保守派自始至终都相信你可以选择结束你自己的死亡，我没有意见，
甚至如果当我今天很痛苦的家人罹患重病，告诉我们他想死的时候，我都必须说，我都可能没有办法能够叫他一定要努力活下去。但是这个是否该变成一种制度化，这个中间的界限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法律我们并不惩罚私下里自杀的人嘛，这是因为我们给予人一个他自我生命的选择权。可是如果当这个看似的选择权变成是一个合法的医疗协助的时候，你真正会严重破坏的是整个医病关系的文明基石。如果我们把生命活下去看的不再是最重要的选项，而是一个可以考虑有或无的时候，我们都无可避免地看到这样的国家社会急速的堕落。这也是我们现在在荷兰、在比利时、在加拿大所看到的现象。而不知道对于今天的内容呢，你个人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仍然都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它应该以民意为最大的依归，但是是不是应该让我们彼此有更多的对话以及空间，让大家好好的来思考，到底安乐死它带来的问题，以及在全世界目前所看到的现象，值不值得我们只是单纯的看到人的一个痛苦的需要，就可以因此而立法给予一个所谓保障的。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呢，对你能够有些收获，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机会。你不一定要现在就立刻同意我说的，但是是不是给自己一点时间跟机会，更多的去关心了解一下这个议题它的许多面向。我相信最后你选择的答案，也许可能会跟你一开始的想法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这边是超级神队，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拜拜。Yes, we know the cornerstone is Christ alone.